好，全球爱健康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我是韩荣，感谢系统给我锻炼的机会，主持今天的明星百乐门。我现在的坐标是南太平洋、南半球、大洋洲、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边呢，正是酷暑炎炎的季节啊，而我们的北半球却是寒冬腊月啊。我们呢就这样啊，非常奇妙啊，一根网线把彼此的心相连，情相牵，意相通。现在在屏幕前和我同框的其他三位来自中国南方的老师，以及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伙伴们啊，就像这个面对面，没有丝毫的跨越山海、穿越时空的这样的距离，心心相印，彼此照亮。这就是我们爱健康事业的神奇，一根网线，一方屏幕，足不出户，却走遍全天下。好，三位太平洋彼岸的老师们，你们好，向全球的爱健康伙伴打个招呼吗？好吗？好，他们是来自湛江的彩玲老师，来自昆明的苗苗老师，来自广州的田老师。在我隆重的推出他们之前呢，请允许我抛砖引玉的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呢移民澳大利亚已经有20多年了，原来在国内大学是学音乐的，跟刚刚打招呼的田老师的推荐人，大家熟悉的爱健康金牌讲师朵拉老师是同学。毕业后呢，没有像朵拉老师、田老师这样去从事跟音乐有关的职业，而是呢到电视台做了这个节目主持人。虽然也算是风光无限，节目收视率很高，光邀请到我节目当中来的全球各类歌星、影星就有上百位。很巧啊，20年前呢，我主持类似的歌星、明星的百乐门，今天呢是做爱健康明星的百乐门。人生总是在不同的舞台上绽放。当年做了几年的这个主持人之后呢，第一次出国探亲后呢，就决定还是移民澳大利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学英语，读旅游管理专业，在旅行社工作。后来呢，又跟着在大学当老师的先生，业余时间做起了房地产开发，办中文学校。再后来又经营连锁酒店生意，直到现在，总是在不停的折腾。为了满足骨子里的这个中华文化情节啊，我业余时间呢又做了大量的宣传中华文化的公益活动，比如表演呢、策划和导演上百场大大小小各类型的艺术活动像这个中国文化节、春晚各类型的这个全球的音乐艺术大赛，比如 TVB 的华裔小姐大赛、水立方海外中文歌曲大赛、好声音当地的选拔赛等等。每年呢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我也宣传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在当地呢确实这种多元文化的社区里面啊，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也得到了澳洲和中国政府的一些荣誉和嘉奖。比如去年9月3号，北京庆祝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观礼，我也有幸受邀到现场参加，在现场呢，同我们的祖国同胞一起欢庆鼓舞。那么从工作到做生意，到做公益，到现在做爱健康，从为自己生存做贡献打拼到为社会做贡献，我更乐于搭建平台，让更多的人享受其中，我更满足于让更多的人快乐而快乐。我觉得做爱健康就如同做公益一样的啊，传播健康，分享大爱。爱健康不但呢是给我自己带来了健康，还给这个更多的朋友带来这个健康。爱健康呢不仅是让我呢有机会给自己带来财富，还有更多的机会呢让更多的人带来财富。就跟做公益一样，成就他人，提升我自己。做爱健康也像传统生意一样变现快，现金流很稳定，但是呢，却比传统生意有更强的倍增力，人脉的倍增，时间的倍增，财富的倍增，而且没有天花板，打造源源不断的管道财富。财富自由还能时间自由，这是一般传统生意没有办法比拟的啊。所以呢，我带着一种做公益和做传统生意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去做爱健康，觉得真是
幸福无比，无比的满足。好，那说了这么多，我还是应该要把话筒交给我们今天的3位重磅的嘉宾。好，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用掌声和这个鲜花啊，来欢迎我们第一个出场的嘉宾彩玲老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有苗苗老师、田老师，我们按顺序来挖他们的这个宝藏啊。我们的伙伴们一起来就是学习他们在爱健康的经验和成功的法则。好，那么我们有请我们的彩玲老师，请开麦好吗？听到吗？听到吗？还有老师，可以。好的，那我现在开始。我们的彩玲老师啊，请您分享一下您的生命故事好吗？谢谢。好的，好。来自全球爱健康的家人，早上好，晚上好。特别感恩系统给我成长的机会。我是彩玲，来自中国南端广东湛江美丽的城市，是小红团队的百人幸福长。此刻我的心中满是感动与激动，更藏着沉甸甸的感恩。感恩系统给予，感恩我的领导人荣老师和小红老师，感恩团队的同行相伴。好，在这里的话，首先进入主题的话，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的生命故事。我曾经是一个中医领域根深10余年，擅长针灸与经络，从中医起步，根深针灸，曾以银针唤醒无睡沉睡的生命。因大学毕业后，就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温暖的种子，立志帮助更多的人解决健康的难题，却在疫情期间遭遇到跟随10几年多的公司营业出现问题，事业上间崩溃。我曾以为靠专业的技术扛制一切，却在事业归零的恐慌里，第一个感到如此无力。实话讲，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好在这个时候，2023年前，却在最亲苦难前束手无策。母亲的抑郁症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整个家庭失去了欢声的效应。通过了各大的医院和药物，没有办法的改善，让我曾经一个10几年的中医者陷进了痛苦与崩溃中。万幸遇见了翠红老师，遇见了爱健康的 让我在绝望中抓住了一丝的微光。没有拒绝，也没有抵抗，带着孤注一掷的勇气，开始记录母亲服用后的每个微小的变化，从好转到反应，从反应到好转。我笃定 一定能帮助他改善。通过了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妈妈终于有了绽放的笑容，我很开心，找到了比银针更温暖的治愈方式。父亲蜕变同样震撼，痛风连 CT 显示的小脑萎缩可喜逆转，效果超出我的意料。通过我父母亲对产品的受益后，产品令我太震撼了。但是我决定2023年到2024年，我决定了辞掉广州的工作，通过了一部手机，真正开启我的爱健康事业。爱健康不仅仅是带给每个家庭的一份健康，而且还带给我们一份真正有意义、有温度的事业。很荣幸，我过去选择了中医的健康，今天选择了爱健康。从中医到细胞的营养，我找到了更好的健康的答案。每天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时刻，就是收到使用患者的喜讯，比什么都开心。感恩产品，未来继续带着初心，把健康与美好传递给更多的人。好，老师，我的生命故事分享到这。好的，感谢啊，感谢我们彩玲老师非常感人的生命故事啊。今天呢，非常荣幸我能够遇到中医的这个专业的高超技能的针灸师啊。那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啊，我一定要从你身上挖很多的宝藏啊。因为经常遇到中医师，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讲我们爱健康的美好事业。好，那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彩玲老师，您呢在用一根银针啊，我相信是救治了很多很多的病人啊。我听您之前说啊，有曾经达到上万个这样子的病人在您这银针的救治下啊而恢复健康。那么
我就想问一下，您现在又在用我们爱健康的产品来帮助更多的病人做调养，那您认为这两种方法有什么结合点和不同呢？请我们彩玲老师分享一下好吗？谢谢老师谢谢。问的真好啊。好的，那确实我曾经十几年的针灸啊，那现在来到爱健康，那针灸和我们的爱健康的 MM 有什么不同呢？首先，针灸是调节气血、通经络，而且我们的 MM 是给到细胞输送的营养，修复受损的细胞，提升细胞的一个能量。人体生病就是细胞的生病，而细胞需要更多的营养来供应。均衡营养是细胞修复的受损，增强体质。MM 是纳米小分子的技术，它不但在补充营养、修复的细胞，还能重启人体的一个生命的能量。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爱健康。好，老师，好，太棒了！我们是爱健康的产品，给生命提供能量。那么，你可不可以具体的来给我们举下例子？比如说您在讲 N 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子用一些方法更能够让你的病人能够接受，而且更加的通俗易懂，让别人明白？您可以举一些这样的说服或者是分享给您病人的时候的用的一些方法和例子吗？谢谢。好的，那在这里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哈。在我调理病人前呢，先做一个辩证，因为我的擅长也是辩证与经络。那比如人跟花草是一样，当它叶子变枯萎时，这时候花草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水和肥料的滋养它的根部，才能茁壮健康的生长。才能逐渐生长，说明小草缺乏的也是花草缺乏的也是营养。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真的没有观念，他往往给花草用了杀虫剂，会直接让花草快速的枯萎与死亡，说明辩证和我们的产品搭配也是非常的重要。通过这个小故事呢，我还有一个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哦。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产品那都是抵抗免疫力那现在也是一个病毒的时代，那病毒与免疫力的故事，我在这里再分享一下。那人的身体里面有两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相当我们的军队；一个是病毒，相当我们的敌人。当病毒打败免疫力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发生很多的炎症，就会生病。免疫力打败了病毒，就是叫做恢复健康，说明营养是恢复健康。通过这两个小故事，我给更多的人传递了健康的观念。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把我的防护免疫环和 通过了传递健康的观念，不销而销。好，老师，我的回答。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我又学到了这个以后我也会用这个花花草草来调侃我们的这个恩人们，不是调侃来比喻我们的恩人们和我们的产品，还能够用这个敌人还用这个叫什么敌人和军队这个病毒和这个免疫力来做一个辩证的这样子的一个解释，真的是非常生动而且通俗易懂，很容易让人记住这种转变观念我想就在您的故事当中潜移默化的就让别人接受了，太棒了，学到了，感谢您。好，那我相信呢，您在推荐和分享我们爱健康的这个产品的同时呢，当你的这个客户你的朋友用到了我们爱健康产品，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见证。您最这个触动的，或者是记忆最深刻的是有哪些见证？可以举2个例子吗？谢谢。老师，你问的这个案例的时候，我真的给我带来感触最深的那在这里的话，我今天也分享2个特别的特殊的案例给到我们大家。那好，首先第一个案例呢，是一位15岁的小女孩得了一个卵巢的囊肿，那么2边的卵巢囊肿每一边都是15
或16个，就像整串葡萄串一样，那导致了8个月不来月经。他的父母亲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配上了 和我们的激素丸，2个月终于来了月经。最后去做了一个检查，小的已经没有了，大的已经变小了。在去年的时候，9月份，这个小女孩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在这个时候绽放了一个花季该有的模样，真的非常的开心啊！那这就是我的一个案例。那还有一个案例，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也感动也激动到我哦。那这个案例呢，也特别特殊，是一位2岁半的小孩子。出生是因为基因突变引起前面腺的发育迟缓，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就一直躺着哦，满身躺着，整个人很稀的哦，都是流着稀汗，在这个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很差。那一家人呢，真的陷入了无助与焦虑，因为小孩子也是相信了我，我给那个宝宝配上了和我们的防护免疫丸，短短的20天。他父亲发来了报喜的信息，小孩子的营养跟上了，而且会站起来，而且会跺脚。特别令我开心的就是他的大脑能接收指令了，一个小小的生命蜕变最动人心，真的非常的激动。这个案例也打动了我，真的。好，老师，我举了这两个特殊的案例。好的。太震撼了，太神奇了啊！我们的产品真是会说话啊！那我就觉得您原来用一根银针走遍全中国来救治您的病人，那么现在呢，用我们的爱健康来帮助更多的人调理身体。那您觉得您现在这么热衷的去分享我们的爱健康，您看到了什么样的价值呢？而且呢，您现在的时间我听说更多的是花在爱健康上。那您又是怎么样子会去这样子的取舍呢？你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谢谢。非常感恩老师，这个问题问的真好哦。那好，我曾经以前走过的平台和爱健康的平台有什么不同哈？那在这里的话，我也分享出来。那以前我做过的平台只会教会我专业的技术，并且我是技术的以赚钱，更多的当时是做线下的，更多的是在市场上。一年我真的算没有多少天能陪伴家庭，陪伴我的父母亲，陪伴我的小孩，我都是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永远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都不成正比。现在来到爱健康的平台，是一个终身成长的平台，不单教会你专业与赚钱，你在这里的话，不只是在成长你的事业，在成长你的心态，成长你的格局，还有我们的灵魂。你越在系统里面沉浮学习的越久的话，我感觉整个人越有智慧，我的能量会越高，而且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受到我更多人的一种尊重啊。那在爱健康通过了一部手机，可以躺在家里，穿着睡衣都可以开干，既能搞事业，又能陪伴父母亲和小孩，这样最让人安心。这就是我想要的事业，越做越幸福。从财商的觉醒的视线上看，在以前的平台，我做的是技术定位左象限的住户型，为自己工作，做就有，不做就没有，手停口就停，而且时间不自由。我为钱工作。现在来到爱健康的话，真正从左象限跨越到右象限，真正成为一个投资家，用金钱创造金钱，用人脉链接人脉，让资源裂变，让收获时间自由，更拥有生活的一种底气。在爱健康结识高千层的人，你看到他们每天在我们的线上看到他们都有格局、有远见，更有的行动力，和这样优秀的人在一起，便会被这一份极致的能量和力量深深的感染，内心满是底气和动力，而且你会发现看问题的眼界和心态更不一样。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爱健康。真的，我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理由不做爱健康，这就是我的选择。谢谢老师。太棒了！我相信我们这个屏幕前的很多的我们的伙伴都跟您一样，没有别的理由不选择爱健康
这样子的一个用金钱来链接金钱，用人脉来链接人脉，而且呢，在这里呢，能够成长我们的心态，还能成长我们的灵魂，太高尚了啊！我相信所有的我们的全球的伙伴们跟您一样，也都有同感。那您之前还说啊，您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大爱啊，救死扶伤啊，是您的这个一个初衷。那么呢，您一天呢奔奔忙忙啊，都是用您的这个个人的时间，刚才您说到左象限啊，个人的时间去换取金钱。但是后来呢，您不满足您的这种用一个人的时间，您就是后来又创办了，又把自己的技术啊交给更多的需要而且呢，也想在这个中医行业，在针灸的这种技术技师的这个行业啊，能够有更多提高的这些年轻人您把您的这种技能复制给更多的人，教会更多的人，让他们成长。那我想问一下，那您在爱健康这个事业当中，您是不是觉得复制自己的想法跟这个您原来复制您的技术是有异曲同工之效呢？那您在爱健康这个事业里面，您是怎么复制您的团队的呢？好，俗话讲，授人以鱼不如授鱼。其实做中医传承针灸和在做爱健康复制团队的核心，都是把好的方法和健康的理念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有能力帮助自己和身边的人健康。做中医，我把针灸和经络手把手教给我的学员，让这一个技术和爱复制下去。在爱健康复制团队也是一样的逻辑。我会带着大家学习4P，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简单化的事情重复做。我们不是卖产品，爱健康卖的是3G梦想，卖价值，卖理念，卖爱，卖解决的方案。现在我的团队伙伴从不开口到独立分享，到带新人，这就是我最好的一个复制。老师，我的回答完毕。太好了，卖健康，卖我们的这个成功的理念，卖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走向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太棒了。我相信您在爱健康里面一定会越做越大刚刚呢也知道您这个在今年的1月份已经成功的成为了我们的100人幸福长。那您是怎么做到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这个问题问得好，答案也很简单哦，也是令我最感动的哈。那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爱健康8品爱燕之歌的系统学习哈，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我是深度的打磨自己，紧跟系统，每天雷打不动的在系统上面学习哈，给了有足够的勇气，复制、听话、照做，加上我的领导人的规划，爱健康采用了完全无痛点、无压力的制度，不用爬级别。不用冲业绩，每个人都可以规划出来的。我做的是聚焦目标、分解目标、实坎执行，每天大量谈单，紧跟我下面的3位 AC， 协助大家的协助下面的伙伴，每人完成20个人，100人的团队自然水到渠成。那自从飞鹰计划启动后，团队核心右眼可以积极看得起。就是我们的团队，我们右眼可以看到他们很积极的激动起来哦。如今他们也很高兴的重度这个飞鹰计划，每个人都很有劲的往前冲，一心都是想拿着那个结果。现在我的目标规划的是500人的幸福长，我在计划3个月之内呢，还要帮助我的3位挑战者，每个挑战者都完成100人的幸福长。正好3位核心的挑战者，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想要不可的那种决心。接下来我用3个月的时间，90天的全程陪跑，那我把我底下的3位核心完成，达到100人的目标。自然而然，我的500人稳稳妥妥就上，这就是我上100人的这就是我上了100人的一个方法，好吗？老师，成功的方法太棒了，感谢您的这个无私
非常慷慨的把您的经验介绍给我们大家啊。分解目标啊，那首先一定要制定目标，然后呢，帮助更多的人成功。像您已经定下了3位跟你一起陪跑、一起同样的奔赴成功的这个伙伴在我们飞鹰计划的指导下，一定会很快达成500人幸福长的。祝贺您啊！好，那非常荣幸啊，今天我能够和我们的这个中医世家的传承人啊，还有这个我们的家庭健康管理顾问我们的彩玲老师她呢非常擅长这个脏腑经络针灸和中医辩证我刚才忘记这个介绍您了那么现在是我们爱健康的100人幸福长过几个月就是我们爱健康的500人幸福长，祝贺您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其实我有好多问题要问您那下一次我们找更多的机会来采访您，好吧？从您身上挖出更多的宝。好的，好的，感谢。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谢谢有请我们第2位嘉宾苗苗老师。好，苗苗老师呢，他是30年的会计师曾经呢任这个企业和机关的财务负责人，现在呢是我们爱健康的100人幸福长。好，我们用鲜花和掌声欢迎我们苗苗老师上场，请苗老师开麦，谢谢。各位爱健康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首先，特别感恩系统给我这个分享和成长的机会。我是苗苗，来自四季如春的昆明，今年54岁，是一位有着31年从业经验的会计师。前9年我扎根企业，后22年任职机关，一路做到了单位的财务负责人。曾经的我以为人生就该这样按部就班，直到60岁安然退休。可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不打招呼。2018年，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像一座大山，把我狠狠地压进了人生的低谷。我开始严重失眠，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中药、西药、针灸、按摩，我尝试了各种方法，却始终没能摆脱困境。那段日子灰暗的看不到一丝光。直到23年的3月，我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我的舞蹈老师刘树林，是他向我推荐了爱健康公司的 NMN。抱着简单相信的心态，我开始服用。没想到仅仅1个月，困扰我多年的失眠竟然彻底痊愈。更让我惊喜的是，坚持服用半年，我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看起来年轻了不止5岁，皮肤变得紧致，胃口也格外好。这样神奇的产品，我迫不及待地分享给了家人。我老父亲服用1年后，困扰多年的换季皮肤瘙痒再也没有发作过，而我的母亲在24年3月被确诊为胃腺癌，做了胃大部的切除手术。术后第5天，看着奄奄一息的母亲，我果断地将 NMN 的粉末喂给她。我们没有采纳医生建议的化疗方案，就这样坚持调理。3个月后，奇迹发生了。母亲血液的所有指标全部恢复正常。要知道，我的母亲已经80岁高龄，还有52年的哮喘病。历经这样的一场大手术，能有如此惊人的恢复速度，连我都觉得难以置信。现在每周我都会回家陪父母吃饭，吃着老母亲亲手做的饭菜，那种幸福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是爱健康公司的产品给了我母亲重获新生的机会。那一刻，我深深的明白，这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把这款好产品分享给每一个我爱的和爱我的人。于是我毅然办理了提前退休，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国际追光队这个有着家人文化的团队，走进了燕之歌系统国际战队。未来的日子里，我愿带着这份感恩与责任，把健康和希望
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家庭和我一样被温暖与幸福包围。谢谢主持人。非常感动啊！我们苗苗老师刚才的分享啊，我们这个爱健康产品啊，不但给您自己带来了健康，也给您的父母呢带来了健康。非常感动您刚才描述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啊，陪着父母亲啊，吃着他们亲手做的饭菜，那种幸福感，那种温馨感，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渴求的啊。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能够有尊严、有质量的活到更久，150岁不是梦，是吧？谢谢。对，祝福您啊！好，那您看您自己呢吃产品吃的这么好啊，那您就马上能够带着一种使命感啊，你觉得要把这个产品分享给更多的身边的人，所以看得出来您是一个非常善良、很大爱的人啊。但是呢，平常我们经常会看到啊一些。特别是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啊，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很多人他不敢去跟身边的人分享。那我就想知道，那您最初分享，您是怎么分享出来的？您是都分享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天生就是一个爱分享的性格，生活里的好物、好去处都会主动和身边人说。而爱健康的产品实实在在改善了我的亚健康，还让母亲从病痛中逐步恢复。了解到它助力抗衰逆龄，延长30%的寿命，这份真实的受益让我根本忍不住就要想分享。我不愿独自拥有这份健康，更想帮到和我一样为家人的病痛焦虑的人，被病痛折磨的长辈。这也是我提前8年从机关公务员岗位退休的核心原因。退休前，我分享的对象主要是家人，都是最亲近、想第一时间带去健康的人。退休后，我更想寻找同频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做爱健康的创业者，把这份健康事业传递出去。退休后第1个月，我就找到了被20多年的红斑狼疮困扰，还因为腹痛想去割胆囊的邻居李普医生。他看到我母亲的康复案例，尝试产品，10天就解决了右上腹疼痛的问题。第2个月，我联系上了30年没有见，在广东工作的高中同学 Maggie， 她服用 NMN 仅仅4天，心脏区的疼痛就消失了。而正因为 Maggie 的加入，我陆续分享并影响了近10位的中学同学，这些都是因为信任结缘，愿意一起传递健康的伙伴。所以我的伙伴中有医生，也有这个同学啊，谢谢韩荣老师。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您看，这个又是一个美丽温馨的画面啊。30年前呢，和您一块儿同窗共读的同学，30年后竟然在一起，在爱健康的财富和健康的道路上一起奔赴，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这个循环啊！祝贺您，谢谢您的这种带有使命感的这种分享。好，那我也想问一下啊。您看，您刚才说到您是有30多年经验的会计师啊，你天天呢应该都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啊，天天是不是都在算账啊？那你有没有真正的算过我们爱健康的这一笔账呢？你可以用您会计师的角度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谢谢。说来惭愧呀，我是被产品的效果深深的吸引，最初压根儿没有算过爱健康的账。可是作为天天和数字打交道的会计，骨子里面的数字敏感，终究让我在这份事业里算清了健康的账，更算清了财富的账，解锁了自己的健商与财商。原来千病万病的根源都是细胞生病，
NMN 为细胞补充修复酶，平衡基因，创造了无数的生命奇迹。这是我算清的第一笔账。照顾好身体60万亿个细胞，才是最值得的健康投资。这份健康账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人生基础。而从前在单位做打工人，每月拿着固定慢增长的收入，退休后的养老金虽然能让我不用再出卖时间赚钱，可在职与退休的收入差距是我算过的最现实的一笔账。它终究难以维持原本的生活水平，但走进爱健康才发现，这里的财富账藏着复利的奇迹。收入与付出正相关，复制和裂变的模式能搭建起被动倍增的管道收入。这份事业或许会有漫长孤独的寻伴之路，但只要守住分享健康与爱的初心，坚持不放弃，跟着数据找方向，按着模式做复制，就能在助人打击中实现收入上不封顶。更何况爱健康积分不清零，无限代上传，1:1对碰的制度，每一项都能用数字看到清晰的成长路径，也让我们在算清每一笔财富账的同时，拥有了实现财富自由的可能，更拥有了老而不衰、老而不病、老而富足的美好可能。这便是爱健康最值得算的一笔人生总账。谢谢韩荣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毕竟是会计师啊，您看把爱健康的这个所有的全部的这个账都给算清楚了啊，连这个细胞60万亿账也算了一个账，连这个我们的现实的收入啊和支出、付出和这个收益啊，以及这个复利的倍增也算了一个账，而且呢还能够把这个用数据来说话，用统计来做规划啊，这样子的是完全是一个会计师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啊，而且落地生根啊，抓住这个节奏啊，找准方向，您的这个对接这个需求，做好服务，并且呢还把这个成长和发展的这个路径您都算得清清楚楚，最后还把爱健康的一个核心价值的一个总账也给算清楚了。哎呀，我得把您的这个所有刚才算的这个账啊，好好的给再复制一遍啊，好好的也跟着再算一遍，我们的爱健康事业一定会这个钱会越算越多，我们的健康是会越来越好。好，谢谢您算的这笔账啊，真的是受益了，太这个清楚了，感谢您。好，那我们现在呢，你也知道啊，这个国际团队啊，以及我们全球的团队正在开展飞鹰计划。那么您作为这个从业30多年的会计，您认为我们系统里面现在经常提到的这个数据，用数据统计啊，数据的这个看数据，然后用统计的方法来这个看我们的后台以及我们团队的发展。那么您跟之前的您的这个单位里面的这种统计啊，您感觉有什么样的不同和相同呢？有没有什么必要呢？你可以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吗？谢谢。美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总是那么精准呢。我觉得相同的点是，不管是机关单位的财务统计，还是爱健康系统里面的统计，核心都是以数据为基础，通过精准的数字记录梳理，反映对应的发展工作的发展现状，为后续的决策规划提供客观的依据。数据的准确性和严谨都是基本的要求啊，也是我做30多年会计一直坚守的原则。不同的点呢，是机关单位的财务会计统计呢，聚焦的是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的数据，本质是对过往的资金、人力、项目成本等的计量和核算，
比如一个项目投入多少资金啊，多少人力，都是对过去式的数字复盘，冰冷，而且也只围绕经济价值。而爱健康系统里面的统计，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的人，一个个真实的家庭。它统计的不只是会员数量、团队规模，更关注会员的后续服务，是否有人引导产品使用，是否了解 L4 股东会员的价值，是否看懂平台的价值，遇到问题是否有人关注。这份统计是对当下式的跟进，更是对未来式的布局。关联的是每一个人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兼具温度与发展的价值。对于飞鹰计划而言，数据统计是这份健康事业落地生根发展的核心支撑。首先，通过数据能清晰看到团队的发展节奏、会员的转换情况，精准找到事业推进中的优势和问题，让团队规划更有方向，避免盲目的拓展。其次，围绕会员的精细化数据统计，能让我们精准的对接每个人的需求，做好后续的服务，让加单只是合作的开始，落到实处，增强团队的粘性和凝聚力。最后，通过数据的层层梳理、复制情况的精准核算，能让每个伙伴清晰看到自己的事业发展路径，明白复制的核心价值，更有目标的往下深耕，最终实现个人与团队的共同成长，让爱健康的健康事业和财富事业走得更稳更远。好，这就是我的回答。哇，太专业了！您这个这种数据的统计啊，原来您的单位呢是对这个人力啊、资金啊、收入啊等等的一个过去式的数字的复盘一个预算。那么在爱健康里面的这个数据统计呢是带有温度的，是一个关怀以及呢是一个服务的一个长期服务的一个路径的这样子的一个图案吧一个图表那么在我们的团队的这个规模呀，以及这个数量啊，以及发展呐以及您的这个后续的服务上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统计精准的看到自己的团队规划的一个方法真是太棒了这样子呢可以增强我们的粘性和这个凝聚力更好的达到我们爱健康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彼岸和目标。谢谢您，谢谢您分享的这样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方法非常感谢，谢谢您。好，您稍作休息。那么我们接下来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请下一位我们的分享嘉宾田老师。田老师呢是我们体制内曾经是教育这个领域多年，而且呢他是我们广州珠江钢琴广州总代理哇，非常厉害总代理。那现在又是爱健康的这个股东代理股东级别的总代理了好，那我们的田老师呢，他现在呢相当于是刚刚起步我们爱健康那他一定有很多的感触。那么我们接下来用掌声和鲜花欢迎我们的田老师出场，请田老师开麦，谢谢。好，大家好。首先呢，感谢系统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这已经是第3次在我们的爱健康的这个系统上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很惭愧，因为我们前面的各位老师至少都是百人幸福长以上那我作为一个行业小白，能上来做一个分享也是我的荣幸。我简单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生命故事那么20年前呢，因为不甘心就是做一个一眼看得到头的教师工作，然后从体制内呢就到了广州，从刚开始的这个跑业务到后面就是建立自己的琴行，做钢琴的一个代理，以及开办自己的艺术中心。但是呢，这些都是属于重资产的一个投资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投资是非常大的。那么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哈，大家都是有眼能够看得到的，这种重资产投资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的门店呢，也是在疫情前后陆陆续续的也进行了就是一个我们要叫优化啊，其实就是叫关了门。那么现在呢，剩下的就不多啊，2家。那我就觉得在每个时代它都有自己时代的一些我们说的风向或者是风口。那么后来呢，就是认识了我们的朵拉老师，跟他的相遇呢也是一个偶然，他家住在我店面旁边因为从一个陌生人开始，我的这个爱健康的一个结缘。朵拉老师经过6年坚持不懈的跟进啊，他把我一个对这个行业有很深误解的一个顽固不化的人带领进入了我们的爱健康系统，非常感恩朵拉老师，感恩他的不离不弃。那呢，我就根据时间的关系哈，我简单做一个分享。那么产品呢，刚刚2位嘉宾他们主要讲到了关于产品的这个特别带给家人和朋友的特别多的好处。那我自己呢，其实刚开始我是对产品一点都不感兴趣哈。我的校长问我，田姐，你对产品了解清楚了吗？你就进去。我说我不需要了解，我知道这些公司的产品它是绝对是 OK 的。那我最感兴趣的是商业模式。然后呢，当然产品经过第1个月的调理，我的偏头痛就没有痛了。那么现在是在使用的，在第6个月的这个路上。那么前面的5个月完全是偏头痛没有再犯，那么第6个月，刚刚也是经过检验没有再犯我的偏头痛，那么我的脾胃修复的非常好啊。去年的7月份做了一个胃息肉的一个切除手术，所以呢，我就觉得爱健康它不光是要产品，而且它的这个模式啊也是非常的好。那么我就简单分享我的生命故事。谢谢韩荣老师。好的，好的，感谢我们田老师啊。这个今天我们太有幸了啊，3位老师呢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啊，各具特色，有不同的这个背景，让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了解啊他们成功的这个经验。那我就非常感兴趣啊，您刚才说您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这个人，那么我们经常啊，在我们这个事业的这个路上啊，会碰到一些我们认为是顽固不化的。那我就非常感兴趣啊，您当时是怎么样的顽固不化了？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您的表现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谢谢韩荣老师。那这样，其实我的顽固不化最主要是基于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偏见和误解。那首先呢，第一，我认为主要是4个点啊。第一，我认为这个直销的人层次都很低，这是第一偏见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拉人头，然后呢就是虚假的夸大宣传，这个是我当时的认为哈。那么第3呢，就是认为这个行业里面只有1%的人可以成功，99%都是难民。那么第4呢，我认为他们就是卖产品，包治百病啊，这个就是我当时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当时呢，表现是吧？那表现就是别人一讲这个，那我肯定就马上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没有兴趣。所以就那么这排斥的当时是听您这几句啊，1、2、3啊，怎么对我们的这个行业的一个误解啊，我很想知道，那您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OK， 所以我就是包括像我们一个一个回答，就是一开始我认为大家层次都很低，但是通过朵拉的感恩宴的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我发现层次都很高，不是我认为的老头老太太在卖保健品，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当时认为是夸大宣传，是狂热的状态啊。但是最后我发现，朵拉老师我们自己团队里面的人，他都是在选择人才。虽然我们说现在的健康需求非常普遍啊，但是呢，我发现我们的从业者从耐心和专业的素养方面，而且是一种长期主义的一种状态，并非是为了短期的一种
资本的逐利也好，就快速的去拉人头，我就这个是非常有深刻的一个体会。当然还有一个说，很多行业说直销，说那个说直销也好，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说很多难民，其实我发现我们公司不需要囤货，也不要爬级别，那你就是我们说自己的产品都不够吃，你何来难民之说？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自己认识到这个差异啊，自己把自己说服了。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说卖产品，我发现我们这里也没有说真正是卖产品啊，我们是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给客户，不是说你比如说你说你那个睡眠不好，我马上说我这个药包治百病，我们肯定会询问你睡眠不好是因为你睡得太晚，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对吧？我们提供的是解决方案，所以综上4个方面，我觉得我一一都已经找到了答案。好，谢谢主持人。太好了。总之啊，我们其他的这些行业里面啊，直销啊，那应该是金字旁一个销售的销。那么现在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是消费者？我们是3点水一个消费的消，是吧？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区别。谢谢您的分享。那我觉得朵拉老师啊，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她啊，她能够6年时间啊，不离不弃，一直跟进你。我很想知道她是怎么跟进你，最后怎么把你跟进来的。好的，让我们学习。朵拉老师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我不是个销售，我都能够把这个事业做起来。你是个老销售，你为什么做不起来？其实朵拉老师看似他不是做销售的，但是他最理解销售人，而且他是一个，我认为他是一个最金牌的销售。那他是怎么跟进我的呢？他家住在我的店旁边。刚开始呢，他认识我说，哎，我也是做声乐的。那么首先是有同行，消除我们的陌生感。首先第一步叫做建立亲和信任，那么这是做销售的第一步。接着呢，他就引起我们的同行共鸣，让我共情是什么呢？他说：“哎呀，我的其中有老师也把我的学生带走了，然后自立门户，对我的伤害有多大？”他说：“其实做培训都会遇到这一块，哎，一下子做到共情。”接着在2025年看到我们整个钢琴行业的急剧下滑，他看到了痛点，然后快速切入，让我去参加感恩宴，然后一帮企业家大家相互认识。多认识几个朋友，然后注册 L1，最后在2个月之内再次感恩宴的时候，快速 L4启动。所以他其实是最懂，我觉得他是最懂这个心理学的销售，就是这样被他跟进来的啊。哇，太棒了！这就是我们系统里面经常提到的啊。首先建立亲和力啊，那这方面我们朵拉老师真的是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有亲和力啊的这样子的一个带有艺术这个音乐，非常有这个亲和力音乐方面的这种特别有典型的这样子的一个从事音乐的人。那您又是做这个钢琴带领的，那大家肯定有无话不谈，肯定有很多话题啊。那他又做到跟您共情，然后呢，他又找到您的痛点。您现在这个生意啊，在经济大环境下，就滑落了。那么他找到了您的需求，然后呢，又学会借力，用我们感恩参会的这种高圈层的大家这种同样的一个共情，同样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场，都是做爱健康的人，一起来帮您赋能，增加您的这个信心啊。最后终于把您搞定了，佩服佩服。我们都学到了啊。好，那么您觉得在做爱健康这个和您从事这个钢琴代理连锁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营，您觉得是有什么不一样？在销售上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不同点是吧？其实呢，我觉得好，我快速说一下啊。我先说一下大家的相同点。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爱健康也好，或者是咱们的钢琴销售，它其实都是积善行利他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做产品呢，我们是从产品的角度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工具给到我们的孩子，或者是给到我们的学习者。那么我们爱健康呢，它是从这个身体的，就是从产品的角度把这个健康带给我们的。比如说亚健康的，或者是在做慢病调理的人，我觉得都是一个积德行善的一个事情。好，那么当然呢，这里呢我就说一下，主要是它的不同吧。
我们钢琴行业呢，它是一个传统的行业哈，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做增量，但是爱健康它是管道，是可持续的，是先把管道建立之后，它可以实现这个倍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同哈，就是钢琴销售呢，我们是需要重资产的投资，包括我的钢琴培训中心，它也是一样，都是重资产哈。重资产意味着风险特别高，但是爱健康我们就叫做零投资，只是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你看啊，我觉得我今天是第3次分享，但是我自己发现我脸上，我不知道别人发不发现，反正我觉得我现在啥都没涂啊，就脸上还是挺光的，变化还是蛮大啊。这个是朋友的大家的概括啊。那么第3呢，就是说钢琴销售和爱健康，就是我们虽然哈，大家这种人群，我认为都是一些高端人群，但是我们钢琴销售呢，我个人哈，理解还是主要是在它的销售的这个，还是在产品和服务。那我们现在，爱健康的这个事业啊，也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高端的人群相关系哈，但是呢，我们卖的更多的是商机。刚才前面的这个苗苗姐也在说，我们卖的也是商机，也是创富的这个机会。那么不是说我们只是卖一个产品啊。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10到20年里面，我们可以带着一个健康而且有力的身体享受生活，顺便再搞点钱啊。那么我认为啊，未来高端的这种大健康项目会造就新一批的富人，这是我的感觉。好，主持人。太好了，太好了。那您这个从这个经营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统生意啊，转到爱健康啊，您最初只是一个想用产品，那是什么最终的一个原因打动您，能够现在全力以赴的去做爱健康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主持人问的最重要一点，我可能不止一点啊，3点。第一点是，我觉得首先是事业的痛，没有痛，它是就是人家说的没有需求，是你说不动任何人。那我觉得需求还是只是浅层次的，必须是痛，就是痛到让你觉得有感觉。所以呢，我们2025年整个钢琴行业的一个下滑之后，朵拉老师来找我也好，或者我自己已经知道我应该给自己提前备一个副业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去年刚好7月份我做了一个胃镜手术，发现有小息肉，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提前做一些预防。因为如果真的病了以后再去医院的时候，其实是有点迟了。其实之前对于朵拉老师的这种拒绝，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拒绝他的个人，也不是拒绝产品，而是最早期我对健康问题的一个轻视和对这种要改变现状的一种迟疑。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的背后都是认知的局限，我在为我的认知局限买单。要是我提早一点认识它，可能胃息肉也不会出现啊。那么第3呢，其实还是朵拉老师的一个引领啊，让我能够通过这个大家的生命故事，通过身边的这一些他的包括这些圈内的一些人，我认识到像林总那么大的企业家都在做转型，我做一个小卡拉咪，对吧？那我也虽然当时并没有看懂这个事业，但我觉得我必须要跟上步伐。好了，谢谢主持人。太好了，太好了！你这个朵拉老师的这个跟进啊，确实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生意经营者给跟进来了，而且还能够启动现在全力以赴的做爱健康啊，确实啊，这个时机很重要啊。每一个人不是说他之前顽固不化，那你就放弃了、气馁了。我们一定要学习这种精神啊，6年的跟进啊，不离不弃，从各种方面都来启动您做爱健康，这个终于成功啊！所以我们祝福您在我们爱健康刚刚起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路途中以后越走越平坦跟你的这个开琴行一样啊，遍布广州，
然后也听说您之前是一年啊卖了1200台，是不是？这就相当于我们爱健康的一个千人大将军了啊！祝福您一年也成为千人大将军，祝贺！谢谢主持人，谢谢海荣老师。好，那哦，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对于这个传统企业家啊，我们不能放过。那您像您做这个琴行呢，也是做了很多家，您的员工也是很多。那么您是在这个做管理的方面，您觉得这个和做爱健康带团队啊，您管理员工和做爱健康带团队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点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好的，我觉得相同点都是这个做管理哈。其实对于小企业来说，虽然很多人说这个小企业不存在管理，但我认为呢，其实都是基于人性去做一个基本的管理。要想把企业做得好，我们都要激发人性的这个善和美啊。只有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才能产生很强大的生命力。大家把自己当成企业的主人，才会把企业搞得更好。但是呢，不同点呢，我认为，我们因为之前的企业是雇佣模式啊，雇佣模式，那么雇佣模式再激发人性的善和美，它都是还是会存在一个，我只是给你打工，对吧？那而在爱健康，我们现在是生命的合伙人，我们都是老板，大家都是为自己，在为自己打工。那么我所要做到的就是，带领我们的伙伴们能够看到机会，然后呢，再去解读这个机会，最后呢，带着大家一起去实现财富自由，去实现这个身体健康，实现我们的灵魂兴盛。好，谢谢主持人。好，太感谢了。生命的合伙人是每个人在为自己打工，我们是一起抱团取暖首先就让这个团队伙伴能够看懂爱健康，并且解读爱健康，然后最后一起奔赴健康，奔赴财富。感谢您。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有好多的问题要问每一个老师，从你们身上挖掘我们的宝藏那今天呢，我们可能就只能够采访到这儿了。下一次希望还有更多的机会采访我们的各位老师，好吧？那我接下来我想请各位老师呢，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对爱健康的看见，好吗？谢谢。好，有请我们彩玲老师。好的，今天建设管道，明天就拥有自由。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好，我们有请我们苗苗老师。爱健康，有爱，有健康，还有美金。太棒了。好，有请我们田老师，谢谢。好，真正决定我们走多远、走多高的，不是产品、人脉、风口，而是长期主义的心态。谢谢大家。哇，真的是长期主义，坚持不懈，这才是成功的真正的不变的法则那我也在这儿总结一句这个不经历风雨，怎么能够见彩虹呢？我们人生里面的所有每走过的一步都不是浪费。我们所有的经历呢，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链接起来，属于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力量。好，为我们爱健康事业，我们一起聚集全球的力量，我们一起聚能，我们一起奔赴。好，最后是不是我们来一个碰碰碰，既爱心碰碰碰既带有爱心，又能够对碰美金，这个财富健康一起来。好，请我们屏幕前的伙伴们给我们来一张照片，好不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明星百乐门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参与，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全球的伙伴们不停的给我们鼓励送上的小红花我们都看见了，感谢大家，再见。